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今天我想教大家用银線來制作麻花的效果，然後再把這個麻花做成耳環。那我今天會用到的材料是925銀。你們用純銀也可以，用純銀的話可以用稍微粗一點的。那我這個是0.9 mm的925銀，然後還有耳針，這個是現成的耳針。那你如果沒有现成的耳針的話，你也可以拿0.7 mm的925银線來當做耳針。然後要介紹一下我今天會用到的最主要的工具，一個就是像這樣子的桌上型的腕力，或者是大型的腕力都可以，主要是可以讓它可以夾住銀線。然後還有一個是手搖鑽。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做麻花的時候會用吊鑽，但是我會建議新手盡量不要用吊鑽，因為吊鑽轉速很快。那我們如果是新手來制作的話，我會建議說你用老虎鉗，或者是大力夾，或者是像這樣子的這個手搖鑽都可以。那主要是要把這個銀線夾緊，然後可以扭轉，任何工具都可以，你方便使用就好。我會推薦新手用手摇钻，因為它轉起來的这個麻花會比較漂亮。好，那我們就開始吧。首先我要先剪下我需要用到的銀線的長度。因為這是要做2個耳環，所以我大概抓25公分好了。好，大概25公分的地方我把它剪下來。那這個我要做的是圈式的麻花耳環，所以這個圈圈的大小就你都可以自己決定。你如果做大一點的話，你的這個料的長度就要再多一點。好，那接着我們先去把925银退火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聽到，外面突然下起了很大的雨。那我希望我的聲音可以超越這個雨聲。那接着我們就要把這個銀線退火。那這個銀線的長度其實還好，沒有到很長。如果它像我剛剛那一整圈銀線這麼長的話，我會把它繞成一圈一圈的，然後固定起來再來退火。那因為這個只有25公分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放在我的轉盤上這樣退火。然後退火的時候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有時候磨光線太亮的時候，這個退火的顏色就不會那麼明顯，有時候你會很容易退過頭，就是會讓它融掉。所以我會建議說，你退火的時候就是盡量這個退火的區域就不要有燈光，那我們這樣辨別顏色會比較清楚。好，然後像這樣子的銀線要退火的時候，我會從一端開始，然後斜着過去。這樣子我在退火的時候，不僅我這邊可以受熱，我後面的區域也都可以受熱。然後一樣看到它呈現粉紅色，就表示它已經退火溫度到了，我們就要趕快移到下一個地方，不然它會很容易就會過熱。925银退火會比較明顯，它的這個紅色會比較暗沉，然後退火完以後，它裡面還有紅銅，所以它會氧化的比較明顯，所以我等一下會先酸洗一下。好，我剛剛懶得酸洗，所以我用那個菜瓜布先把這個氧化物都先刷掉。好，然後接着呢，我要把這個銀線稍微對半折一下。然後我要把這一邊封閉的這邊夾到我的桌上型的腕力上面。然後固定好了以後，我的另外一端要夾在剛剛說的這個手搖鑽上面。這個手搖鑽的用法就是我們先把這個手把固定住，然後用徒手轉開這個開口，然後它會越來越大。然後我把這個銀線的一端放進去，2根一起放，放進去大概1公分左右，然後我就可以把它的這個頭鎖起來，也是先用手把它轉緊，然後盡量讓這2條線維持在中間。我知道這個有一點點難度，但是稍微左右搖晃一下，其實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讓這個線保持在正中間。然後接着我要把这個頭鎖緊，好，一樣，握着這個手搖鑽的身體，然後把這個頭扭緊。
逆時針的方向把它扭緊。好，鎖緊了以後，我們盡量讓這個手搖鑽跟線還有這個腕力是同一個水平面，這樣子你不要太低或太高，這樣子你轉出來的線會也不是那麼漂亮。然後你夾緊了以後，我們就可以開始旋轉我們的手搖鑽，你可以慢慢的旋轉。那因為這個是925銀，所以它比較硬。你如果用純銀的話，你可以轉得比較快。然後因為我們這樣旋轉的話，也會讓金屬硬化。如果你轉到你覺得你放手，這個手搖鑽會彈回來，就表示這個硬度已經太強了，你必須再經過退火，我們才能繼續，不然很容易你轉到一半，這個線就會斷掉。然後現在這個麻花的這個疏密，就是它的這個間距的寬度，你就可以自己決定你要轉到什麼程度。我的這個麻花，我覺得我想要讓它密一點，就是我的這個斜度，它會最後會变得有一點水平狀，就是很密的麻花，所以我決定我要先再去退火一次。你可以看到我經過的地方，它都是暗紅色，我就可以趕快移開，這樣子整個就退火好了。千萬不要加熱過頭，因為加熱過頭，它反而會讓裡面的這個結晶變得比較脆，所以你之後在加工的時候會更容易脆。所以我們就盡量這個退火溫度到了就趕快離開。退火完之後，我們就繼續把麻花夾回去剛剛的腕力還有手搖鑽裡面。我們在轉的時候，盡量這個線要拉直，不要讓它有弧度，這樣轉起來會比較好看。那現在轉到這樣子的程度，我自己覺得差不多了。如果再轉下去，它有可能因為這個裡面扭轉的太激烈而斷裂，所以我覺得到這邊我就覺得可以繼續下一個步驟了。那我就把銀線拿出來，接着我們就可以找一個適合粗細的這個金屬軸，或者是任何你覺得適合的大小，我們來把它繞成圈圈，就可以當耳環。然後我會先壓住這個扁平的這個點，讓它有一個支撐力，然後開始繞圈。好，那這個就是我要的耳環的大小。那接着我會先把一頭先剪開，然後我想預留大概5 mm 的寬度，這個空間要讓耳垂可以放得進去，所以我抓大概5 mm，然後從這個地方再把它剪開。那這一個就是等一下要焊接的耳環，那另外一個我也是5 mm 的地方把它剪開。好，那我等一下會把兩端稍微搓修一下，我們就可以去焊接了。好，我們先把兩端都搓平。這個搓平的用意是因為我的耳針就是這種現成的耳針，它底下有一個大的圓盤。那我等一下焊接就是要把耳針的這個圓盤跟這個麻花焊在一起，所以我必須要讓它是平面的。然後另外一端呢也要焊接，就算它看起來扭得很緊，但是如果沒有焊接的話，之後有可能會從那個地方散開。好，我們現在就準備來焊接了。那我今天用的是高溫焊藥，因為我今天一個耳環上面我只會有2個焊點，所以我決定用高溫焊藥，這樣跟純銀的顏色比較搭配。接着我要塗一點助焊劑。那我把我的耳環用第3隻手先固定起來，等一下我要把它跟耳環焊接的時候，它才不會跑掉。我塗的是這種膏狀的助焊劑，就塗在這個開口的兩端，還有耳針上面。好，我等一下會先把焊藥溶在耳針上面，然後再把耳針靠到耳環上面去焊接。所以我現在把耳針靠在焊藥上，然
然後加熱耳針，不要加熱漢藥，漢藥就溶在耳針上了。然後現在我要把這個耳針用手拿的方式去把它焊在我的耳環上面。在這個地方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的，就是我這個拿着耳針的手必須要稍微穩一點，然後確定它的位置是正確的之後，我再來集中加熱。好，這樣就焊好了。好，那接着我把這個耳環反過來。然後我把漢藥先沾了一點助焊劑，把它貼在剛剛已經加熱過的這個耳環上面。那等一下我只要加熱這個尾端，讓漢藥的熔點到，漢藥就可以流動，然後就會被吸進去。那這邊要注意的是，我火槍的火的位置不能正對着我的耳針，要跟這個耳針是順向的，要平行的，不然我的耳針會被我熔掉。好，漢藥溶了，這樣子就可以了。那接着我們就可以把耳環先拿去自涮。我們把剛剛自涮完的耳環拿出來，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烏白色，它其實就是銀的原色。接着我們要把這個有一點刺刺的毛邊，把它稍微修一下，修得順手一點，不要刮手。那接着我們就要決定等一下的表面處理要做什麼樣子。如果喜歡有點復古的感覺，你可以做像這樣子的硫化處理，就是凹槽讓它保留是黑色，那凸起來的地方我們就把它拋光，像這樣子的亮面。那還有一種方式是我可以用黃銅刷，直接用黃銅刷來刷出一些這個霧面的質感，它會有一點點光澤，然後它也可以深入細縫，這樣子表面處理就可以做完了。這個就是今天教給大家的麻花耳環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呢？那如果大家對這次的教學有什麼疑問，或者是想要看什麼樣子的教學類型的影片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，或者是加入我的會員看更多的不一樣的影片。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，拜拜。